哪种男人能让顶美主动往他怀里钻呢？你以为是富哥，是帅哥 ？No， 焦哥告诉你，靠颜值、靠 money 吸引来的女人，永远都逃脱不了短则魔咒啊！最多就2-3年吧啊！等他脸看腻了 ，money 也捞得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啊，绝对会毫不犹豫的，或者骑驴找马找下家。那到底哪种男人才能够真正的长期吸引到女人呢？2字：狼男啊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，我总结了3个狼男身上的特点出来。首先第一点叫做反差。有个动画片啊，就是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应该都看过吧？那你们猜猜，女孩最喜欢里面的哪个角色呀？我告诉你，70%的女生都会喜欢灰太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别人面前是个坏蛋，他在老婆面前呢，他就非常的温柔。这种反差感是能够戳中每一个女人的心的。那你再看看很多女生，为什么被渣男甩了之后反而会主动去倒贴渣男？也是因为反差。那些渣男天天跟他说什么啊，我遇到这么多的女孩子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晚上睡不着的。这个就是反差啊！我在别人面前是浪荡子，但是我在你面前，我想做个痴情人，女生就会被他忽悠啊，对吧？不过兄弟们，你们也别误会，他不是让你们去学渣男去忽悠人，渣男坏的是良心，而女人想要的是一种反差的坏坏的气氛。就比如说你对其他女人啊，就是很有分寸感、很有边界感的，但是你在她面前，你就是一个流氓样啊！只要一约会，你就会想要去牵她的手，想要去捏她的脸，对吧？想要亲亲抱抱啊！那这个时候，其实女人她就会觉得，哎，别人都搞不定这个男人，对吧？他跟别的漂亮妹子都那么的有边界感，但是他在我这里，他能够那么的冲动，那么的主动，那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在心里，她会非常有成就感。他就会对你很心动，因为在女人看来，他就是那个特别的，他就是能够满足女人对爱情的唯一性幻想。这个呢，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在一个兄弟的实操案例中做过的一件事儿，就是约其他的女孩子出来，但是呢，又跟其他的女孩子保持非常明显的一个边界感，而这群女孩子刚好也是喜欢这个大哥的，然后就让他的白月光看到了，白月光自然也就变得主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话说回来，再讲一下我们的第2点，叫做神秘。俗话说，男人最大的魅力呢，是来自于女人的想象力。他问你以前谈过几个，你就可以说记不清了。咋了？有人吃飞醋了吗？他如果问你跟前任为什么分的，你就可以这么说呀。你有空问这个，你还不如多想想怎么当我最后一人。你想要让这个女人有好感，那你就先要让她对你产生好奇心。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去告诉了她，那他对你还没有兴趣吗？他对你都了如指掌了，你就没有神秘感了。一个早就知道凶手是谁的推理小说，你还会认真去看吗？那相反啊，如果你能保持好自己的神秘感，那女生就会很好奇，她会不由自主的去猜测，你跟前任到哪一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又为什么分手？你前任有没有她漂亮啊？你对你前任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总之他想的越多，那么他对你的好感也就自然会越来越多啊。当然除了保持你的过往神秘，同时你还要保持住你现在的一个什么情绪神秘。这个也是我前面讲过非常多次的啊。还是拿前面这个例子来讲好吧，就是女生问你前任的事儿的时候啊，你不说，女生她自然就会反过来跟你说什么，她之前那个前任有多渣多坏，或者是有多高多帅。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安慰他，或者说去雄竞吗？没必要啊！你只需要保持好你的情绪神秘，哪怕你再怎么生气，听他讲什么前任一大堆，你一定要稳住你的情绪，你只需要跟他说一句：好的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努力。至于咱们具体懂了啥，又要努力个啥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让他自个儿猜去吧，好吧？反正你要表现的波澜不惊，那么这个女人才会对你着迷。你越是对他的前任在意，你的地位就会掉得越高，他甚至会因此对你失去兴趣，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内核超级差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情侣总是在前任之间反复闹矛盾，因为你在乎他前任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只会觉得你是个弱男，而你越是不在乎，他反而会想，这男人什么意思啊？他
为什么不感兴趣啊？他该不会是不够喜欢我吧？女人猜着猜着，是不是就投入了更多的情绪成本？她也自然被你那种稳定的情绪所吸引跟征服了，那她不就更容易对你有好感了？我们最后再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点啊，就是第3点，叫做冷血。就是你看那些历史上有非常大成就的男人，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儿女情长去打乱自己的计划。焦哥最近呢也在看历史啊，我说一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刻、非常冲击我的一个例子啊。刘邦在楚汉战争初期，他在彭城被项羽杀了个丢盔弃甲，对吧？当时他为了跑得快一点，他反手就把自己的儿女给推下马车了。而且刘邦他老婆吕雉当时也就直接被项羽给俘虏了，对吧？项羽当时就说：“邦啊，你投降吧，你老婆在我这儿呢。”啊，刘邦听完之后头也不回啊，一溜烟就跑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故事放在现代呢，肯定会被大部分人抨击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正因为刘邦的这份冷血，最后才成就了汉高祖。而且你们看啊，吕雉后面回来了，怪他了吗？不可能怪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男人一定要以江山为重，以大局为重，这样只会让这个男人更有魅力。好，我们从刘邦身上再说回来，兄弟们，你们想成大事儿，那你是不是也要做到适度的冷血呢？我不说你要学刘邦那个样子抛妻弃子啊，那是不对的，但至少不能因为儿女情长就打断了你的事业、你的大格局、你长远的规划吧，对不对？谈恋爱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场高低位的一个心理博弈，你主动靠近，那你就占据了低位了。但相反，你能够主动拉开一点距离，就比如说啊，你每周拿个2到3天去跟自己的朋友聚会，去进行自己这个兴趣爱好的释放，那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女人眼里，你的吸引力就会达到顶峰。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的强男，他们之所以能够拿到大的结果，就是因为他们能人所不能啊，他们能下常人不能下的狠心，他们能够做出常人做不了的一个努力，以及他们有常人没有的格局，所以啊，他就能够收获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回馈。那如果兄弟啊，你现在听完我讲的这些之后，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真的有问题，但是你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，焦哥永远那句话啊，不变，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，强者只讲人性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